终于就修得见了。逆登山巅，一览众山小。可众山之上仍有云天，你若止步，终有一日将不下山。死吧！我能赢你，亦会杀你。小子，看好了！没想到你竟是这般无耻！你用的功法类似于乱神诀，特地勾起我心中杀念。虽然你拼命的克制，但是我只看了一眼便知道，你身上充满了血腥气。你不是个剑客，你这些年做的应该是杀人的勾当。剑到风云处，笑看云起时。你仗着众人无法看清，竟然是鬼道行径。你一路东行，藏剑不动，便是在养一股剑气。当你的杀气盖过剑气，剑势尽泄，就不复方才之勇了。小人，道是你父亲寻找的东西，而我只求胜，只有胜者才有资格论道。道，确实是我父亲时常念叨的词。剑道，父亲，何为剑道？所谓剑，是指剑术剑法。一柄剑可以炼制多强，从能敌10人，到能敌100人，最后敌1000人，甚至敌10000人。我们这些剑客便日复一日修炼手中之剑，就是希望可以将它炼至最强，能与天下敌。我觉得我的剑已经练到了他所能到的最强，若想再前一步，便得悟道。那道又是什么呢？曾经的昆仑剑仙说过，
他的剑法有3重境界。第一重是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第2重则是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第3重便是看山仍是山，看水仍是水。啊！爹爹参悟许久，也无法明白其中含义。但爹爹认为，所谓道，便是一个拔剑的理由。原来有些道是要在将死那一刻才能悟出来的。一生中的最强一剑，或许只有出1次的机会。可惜，无法再保护你了。我方才说过，无双城的人没有资格提起我父亲的名字，尤其是你，什么流水星云，破；什么宗师气象，破；什么天下无双，皆可破。此刻你杀得越凶，你便输得越快。你败了。你想要我用杀人术，可我偏不用。今日我便用剑胜过你。他本就应该败了，只是这一败晚了10几年罢了。若是当初败了，他还有机会东山再起；可今日败了，他便是真的败了。来了，老城主最强的一剑——成剑上9天，龙吟落黄泉。应是你落黄泉。结束了。玉如意，好纯粹的剑气。师傅，这剑匣怎么自己还会动？方才并不是剑匣自己动的，是你自己在不经意间催动了无双剑匣。这2天，我只是教了小无双一些基础的内功心法。方才那玉如意是否改变了下方的战局？持剑！我现在杀气已退，剑势不在。你若此刻对我出剑，我必败无疑。我知道，可我绝不会趁人之危，只希望公子能留我师父一命。留你师父一命？可你师父当年杀尽我无间城所有人的时候，可曾想过留他们一命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师父当年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可原谅。可是我作为他的徒弟，又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师父在我面前被杀死呢？希望公子可以理解，
而且我师父此刻已筋脉尽断，现在未死，也全凭身上那口真气吊着，可他也活不了几日了。周公子，为何要出那最后一剑呢？一名剑客的死，并非肉体上的生死，而是剑心的存亡。刘云起的剑心已被我击溃，此生再也无法握剑。他已经死了。是。多谢周公子。其实我们见过。是的，当年共遇魔教之时，我曾见过公子的剑法。可既然公子以卓越安之名前来，那你便是卓越安。我很欣赏你，你和你师父很不一样。你的剑法中没有太多力气，只是承载的过于重，无法让剑随本心，所以始终无法达到自己的最强境界。很多人都这样说过。既然长老们将无双城交付于我，我便不得不把无双城的荣辱都放在我这柄剑上。天下无双。听闻昔日曾有白羽剑仙就弟子于天启城的法场之上，离去之时，一剑斩落了上方的牌匾。那么今日，我若一剑将这4个字斩断，无剑城之名定能重新名扬于江湖之上。公子，请不要妄动。7日之后，你我一战，若你败了，我便将其斩断。好，7日之后，无双城后山剑炉旁，我愿意看一看公子的剑。好。这小子换了个名字，行事作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问剑无双城也就罢了，竟然还将老城主打成了残废，太嚣张，太霸道了。早点如此，我们早就踏平3家了。是啊，宇哥向来是最不喜欢出风头的，可这一次全天下都在讨论这个无剑城少主卓越安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宇哥在最后一刻使出的招式有点类似18剑阵。当初帮助各大门派抵御魔教东征时，宇哥曾在众人面前用出过这18剑阵，所以隐隐约约就有些人在传言，无剑城少主卓越安便是暗河的赤三鬼。只是因为这个推断太过于荒唐了，很多人都不敢相信。行走于黑夜之中，取人性命于无声的刺客，突然光明正大的走在阳光之下，还去挑战曾经最辉煌的门派，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啊。那他事情办完了也该回来了吧？哎，不对，他怕不是就直接回了南安？不是，宇哥又约了无双城城主宋彦回，独占于无双城后山。啊？苏沐雨脑子坏掉了？无双城城主应当是不太好对付的，宇哥这次怕是真的起了好胜之心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宋彦回算个什么东西，值得他这么去斗？当年共遇魔教的时候，又不是没有见过他的功夫。要真的想以剑名震天下，那为何不直接去找雪月城教训一下那个臭丫头？啊？不过这样也好，过去的痛苦确实应该找一天斩断了，不然他一辈子心中都要记挂着那仇怨。而我也在等着这么一天。我早就知道他的身份了，但是他不知道无剑城覆灭的幕后黑手。不过看他此番行径，他应该是探查到了幕后黑手是无双城。无双城早就不配是天下无双了。不过，刘云起败了，还没完。还有什么？苏沐雨和宋彦回约定好了，4日之后，无双城后山再战。
或许真正的复仇是该屠灭无双城，而我不想。我知道阿爹你也不想，毕竟无双城也并非都是刘云奇之辈，而以杀之上也永无止境。你做得很好，我的孩子。阿爹，阿爹不想你活在仇恨之中。此剑债了，以后你就只做你自己，不必再背负这些过去的恩怨了。孩子，你看，今夜的月西下之后，明日依旧是崭新的日出。哟，看样子看好我们城主的人不多啊。宋彦回一剑断水，你知道他有多厉害吗？你就让宋彦回。那吴建成都没落多久了？不知道哪来的遗孤啊，还能打得过宋彦回？做梦吧这是！这上一任老城主都被他给打伤了啊！是不是？他怎么来？哎呀，这位公子看着有些眼生，可是头一次来我们天下方，算是第2次来了吧？恕我眼拙，您这次来准备？眼拙？公子，这些人的眼睛就跟狗鼻子一样，这但凡身上有点钱味道的人进来，他们呢就像发现了猎物一样，死死地盯住他们，再用1个时辰时间查清楚这个人的身份来历，查清他身后所能负担起的最大财力，再制定周密的计划，让他在天下方这几日内将他的皮肉吃尽，连骨头渣子都嚼碎了咽下去啊！当年你们不就是这样骗得我倾家荡产的吗？丁老头，你胡说什么？公子，您可千万别听他的呀！您这次来准备压哪个呀？我对你们这儿的赌局没有任何兴趣，我只是比较好奇，上面这些代表什么？啊，这个呀，是如今江湖上的一件大事。吴建成遗孤卓越安要挑战无双城城主宋彦维啊！您可以买卓越安赢，1赔1，您押100两，他要是赢了，您可以得200两；也可以押宋彦回赢，他要赢了，100两可以得300两。当然，还可以买他们2个不分胜负啊！若是您猜对了，也可以得200两。为何买宋彦回赢，赢的比较多？哎，像你这种天真无知的年轻人，还是趁早回家去吧。这赌场啊，不是你这种羔羊该来的地方。哎，你，公子，因为啊，下注的人看好他赢的人比较少，毕竟上一任无双城城主在卓越安面前已经败下阵来，这宋彦回的名气也并不比刘云起高多少啊。原来如此。不过更重要的是，大家都喜欢听故事。一个快被天下人遗忘了的门派，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无名剑客，一路胜无双城大弟子，
论武堂问道4剑，大长老剑山月，前代城主刘云起。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故事啊！若是再将无双城城主宋彦回踩在脚下，岂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呀？怎么个赌法？您最少可以押3两白银，最多可以押1座城。好，那我就押3两银子。啊？我铺垫这么多，您就押3两白银。那您赌谁赢呢？我买自己。更是了不得，不是呀，真的想没听说这人不见面回的名字。就是不老成什么梦呀？卓然，对哦，是，我压他了。他一直知道我在看他。不仅如此，他认出我来了。还算识趣。接着，堂主特地交代了，这条消息不要钱，但这是绝密消息，千万不能外传。你们堂主这么好心，什么意思？你们的消息，便是你们也没有唐连月的最新消息。这叫什么天下白相？滚！客官，您的大骨汤饼慢慢用啊！大骨汤饼，大骨汤饼啊！看这个，是啊，咱们一道凉了肚子，晚上在这儿。哟，客官，尝尝咱们家的大骨汤饼，只要1个铜板。不必了，多谢。哎呀，好吧。哎呀，入夜了，反而更热闹。哎呦，那是自然的。我们的主城啊，可是无双城。这初代城主曾助天武帝开国，被许了极大的独立权，连带4怀城啊都不曾设宵禁。这晚上啊，自然是热闹的。哟，这位大侠，你也是来观战的吧？哎，有没有找到落脚处啊？哦，这不远处啊，就是我家，只要3个铜板1碗。啊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哎，这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这位兄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无双城派出了上百名执剑人寻找卓元安的下落，逢人便杀，快跑吧！执剑人。哼，他是来抢的，只是明日的对决，怕是看不上了。他们应当并没有真的来找我。宋颜回既然答应与我一战，那他就不会食言。若这些人大张旗鼓，还刻意制造杀戮，想必是为了抹黑宋颜回。看来是无双城内部出现了叛徒，他们想借这次事件夺走宋颜回的城主之位。你可是卓元安？正是。
此人应当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居然真的追到了卓月安。你怎么来了？本来是来看热闹的，但是现在，怕是要成为这热闹了。撤！是明天自己去看对决，还是今天晚上先找到苏沐雨啊？不急，找个客栈住下，明日直接去观战。哦哟，这是想给苏沐雨一个惊喜啊！老天！不对，这是什么味道？郎子，停下来，我们要下车。这距离客栈还有一段路程，现在下来干什么呀？老爹，借个火。好嘞。这是有故人离世，来这儿烧香的。难得看你这么严肃，这石怀城有什么问题啊？若是真有问题，那问题就太大了。来这四怀城的人啊，这行为总是令人难以理解。看在你们出手大方的份上，咱们呀就多在这儿等会儿吧。服下这枚药丸，然后驾马车立刻离开这里。你我一路同行，便是缘分。我不忍心让你丧命于此。你若是出不了城，便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相信他讲的，听话就可以不死。是。救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这座城被人给下了毒。下毒？给一座城，什么毒有这么大的威力？是花尽散。此毒的毒性虽不大，但若长久待在被下了花尽散的空气中，若是普通人，则会昏迷晕厥；而习武之人却会内力暂时变得与废人无异。这花尽散传播虽广，但想要毒掉一整座城，也需筹备多年。我们方才进城之时，我还没有嗅到花尽散的味道，如今车过半城，却到处都是这味道了。看来筹备多年，只等这一日。四怀城要变天了。错了，无双城仅有锻造匠营和门派弟子居住，大多数的生活起居都在四怀城。要想拿捏无双城，就要先拿捏四怀城，所以是无双城要变天了。老爹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快速找到苏沐雨？放心，这城中还有暗河之人，莫不是？你不是说只来了你一人吗？我说暗河中只来了我一人，但是南安城里我就不知道了。找出无人之地，与他们会合。吃了这个就没得事了。
只是会暂时缓解罢了。这花尽伞的味道越来越浓，我们需要找到一处地方，让我布下不留地之阵，好隔绝这花尽伞之毒。好嘞。走。有人下毒？什么人？今日怎么这么安静？这很奇怪吗？四怀城从来没有宵禁一说，这里是附近有名的不夜城。哦，那真是有趣了。明明最近应该涌入了更多的江湖人才对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别去。是。花尽伞。先生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有心思看书啊？我要寻到法门，破这花尽伞之阵啊！现在看书是不是晚了点儿？不晚不晚，待着方寸竹燃尽之时，才是真正的晚了。雕虫小技，也想害我？四怀城被封，此事你可知道？师父，此事与我无关。我知道与你无关。你胆子虽然大，但不至于那么大。是谁做的？不知。我前后收到2只信鸽，都是匆忙发来的。有一只信鸽声称有人以无双城的名义在寻找卓越安，很明显是为了故意抹黑无双城和师傅您。还有一只则声称，城中出现的奇毒，寻常百姓都被毒晕了，而会武功之人也都内力尽失，一点气力都用不上，只能用信鸽传递消息。花剑伞之毒，传剑山岳来见。剑长老，他宣布退隐了。论武堂的掌事从来都不是剑山岳，而是剑无敌。剑无敌常年闭关修炼，所以把权力基本都交给了剑山岳。而剑无敌修炼的地方，不是在无双城，而是四怀城。师父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那我就去一趟四怀城。师父，我同您一起去。剑无敌常年闭关修炼，论武堂想把手伸向四怀城，也绝非易事。今日之事，与天下方有关吧？我的好徒儿，你一直以为天下方会尽忠于你，没想到他们背后
另有打算吧？我待会儿就去找浩元君问个明白。这只长矛，若是从背后刺向于我，倒也还算是不错。师父，徒儿是个废物，但不是畜生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不舍得赶你走，你可知否？我无双城并没有多么清高，做不到一世独立。即便无双城不再是天下无双，可先人的风骨还在。你说这里发生的一切是顺势而为，还是有人早有布局啊？当初在万卷楼里拿的那些纸，被人调过包，但内容却是真的。所以我来此，是有人希望发生的事情。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被利用？既然内容是真的，那这就是我必做之事。至于有人想利用我，那就必须要承受一些代价。也对，而且黑暗之中有那么多人看着我们，也让人心烦。那就借此机会看看，是何方神圣吧。神医，你的宝贝已经带来了，多谢。那是啊，想到你铁定会要用到它，就算不是要打架，也可以遮遮雨啊。那这个就先给神医，拿着防身。好。周公子，最近你这个名气蛮大哦。哼，我以为来看热闹的就我一个人呢。命都要不保了，还看什么热闹？还好我这次出门前眼皮一直跳，一直跳，就多做了几手准备。不过是来了几个小鬼罢了，我们什么阵仗没见过？这区无双城的内乱。堂堂暗河大家长，竟也如此轻敌。你仔细闻一闻，有什么不对的？有股淡淡的花香味。这个季节，四怀城中开什么花？这四怀城又不是雪月城，哪有那么多风花雪月的？花香，我这一路上啊，酒香肉香倒是不少。是毒。确实是毒。不过现在还不明显吧？等到一会儿花香浓郁，如坠百花丛中之时，就是你们任人宰割的良辰吉时了。这个是文家的嫡系门营，才能饲养的绝顶五毒。去吧。听讲比那个五毒门的五毒还要厉害。我见过文护九的五毒，他那个武功啊，还是2个脑袋。师傅，颜回，你醒了。你是不是会怪我？明明你想做一个行走天下的侠客，
我却一定要把你框在这无双城中，背上这一城荣辱。师父，你觉得无双城是不是天下第一？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可你是不一样的呀，颜回。从我见到你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你是可以改变这一切的人。你不比他们任何一个人差，你是天生便为剑所生的人。可我时常后悔，是不是我给了你太多的压力，让你无法跟他们一般自在？剑心之上便没有他们纯粹。你不该跟他约战。师父，师父，你不该跟他约战，明白吗？师父，你不必太过激动。你别忘了，徒儿还有一招绝技尚未施出。你是说枯荣剑法？你糊涂啊！那你也会死。会死，但不会输。以我之死，成全无双城的气节，是我这个城主应该有的职责。你那徒弟能开启无双剑匣，是不是可以让他？师父，无双年纪尚轻啊，做师父的总应该走在徒儿前呢。你也是这么对我的，而且我不希望无双再经历我走过的老路，我希望他有自己的选择。至于无双城的未来，就交给他们年轻那一代吧。好，很好，便依你的吧。我这一生做的都是些错事，希望你们不要再走我的老路。最近四怀城来了很多人啊。天下各派有入四怀城的人不计其数，都想进天下坊，要无双令。哼，那一定生意很好吧？原本是桩大生意，可来的人里面，甚至有大派的掌门，还有小益天下的一流剑客，同时卖出这么多无双令，必然会造成很大的混乱，我们也容易暴露。而且，现在要无双令的高手越来越少了。为何？他们觉得他们人来的太多了，多到无双城根本拦不住。你说这些人
攻个城都够了，他们要无双令干什么？到时候势必会造成更大的混乱。谁？我。师傅。最好别路过，但凡在我无双城的地界路了过，我可就留不住你。最好别路过，但凡在我无双城的地界路了过，我可就留不住你。皓月，不得对师父无礼。皓月，拜见城主。你便是天下方的方主，这是。你同我那傻徒弟做的交易，我全都知道。我懒得管你们，并不是因为你们做的对，而是我觉得此事太过于渺小，不想为此大动干戈。师父，我深知你是个废物，你就算以后武功上撑不起这座城，也至少在别的地方能帮助这座城。但是不要把你那仅有的小聪明，全部都用在贪赃钱财上，你可知否？徒儿知道了。你还记得你是如何拜入我门下的吗？自然记得。那年玉斋老家被洪水冲了，全村人都死了，只剩下玉斋一个人抱着一棵树撑了下来。是您路过救了我，我练武自知愚钝，但是您还是把我带在身边，我就一直跟着你，直到今天。我知道，你自幼在山野长大，不习惯这无双城中的生活。可你的命是我救的，那你就得为此回报于我，回报无双城。是。起来吧。小无双，师父，过来。往后的日子，你要照顾好你的师弟。我一直对他都挺好的。他以后做了城主，你要忠心于他，誓死效忠于他。徒儿谨记。传令下去，几日之后的世剑对决，无双城欢迎天下各路英雄来观。把来的人都做好笔册登记，而且和他们说清楚。剑光无眼，生死自负。可，之前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。我知道，他们都想看到无双城的衰败。那我就欢迎他们来看。这一幕，他们永远也不会见到。我无双城虽然不如雪月城，但是也是任何人都小觑不得的。
想去，不得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！为何今天师傅脾气这么大？是吃了什么药吗？城主会不会是在虚张声势？怎么把下任城主都替你们选好了，还是个孩子？可别小瞧那个小孩，师傅已经是这无双城几代以来最优秀的弟子。可那个小孩在剑道之上的天赋远在师傅之上。哼，不像我，根本就不适合练武，就落了一个什么大师兄的名号，其实一点用也没有。倘若城主之位真到了那个孩子手上，那我们只要把他，那整座城不就是？哎，废物！我好歹知道自己是个废物，你连自己几斤几两都不清楚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只能依靠强者，无法控制强者，就只能干些鬼鬼祟祟的事儿。你要是这个道理都不明白，天下方必不需要你了。是，废物。你也知道要依附强者，真当你是我的靠山？我等你和你的无双城一起死。师傅，你快看，这里好热闹！开心吗？开心。小无双，你觉得大师兄为人怎么样啊？是笨了点。没错，武学上他确实笨了点，但是你记住，每个人都是有优点的。虽然他武力不怎么样，但是为人处事方面却是圆滑得很。师傅某些程度都不如他。师傅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？二位姑娘，炸药田的糖葫芦。师傅，来一串吧，1文钱。多谢。你要这一串？要这个？谢谢。说师傅不同，是不是因为师傅今天没买糖葫芦给你啊？拿着。谢谢师傅。师傅今年30岁，同百里东军比起来，更像是他们的上一代人。我没有他们的傲气，也没有他们的心气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懂不懂啊？如果有一天师父死了，你要好好的相信你的大师兄。虽然他会贪图小利，但是他是一个心眼实在的好孩子。他会像师父一样好好的照顾你，他也会给你买好吃的糖葫芦。未来的日子，喜欢练剑，就多去练一练。对你来说，以你的天资，一定可以成为一代剑仙。如果不想练也没关系，
可以多多行走江湖，好好的看看这世上的好山好水。可是师傅这辈子就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师傅，师傅，你还不能死，你还要多多给我买糖葫芦呢。好，师傅会给你买糖葫芦，大师兄也会给你买糖葫芦，好不好？好。走吧。白神医，苏先生。苏先生，白神医。哟，苏先生，苏先生，您说这个？哎呀，白神医，你给家母开的药啊，是大有用处，家母好了大半了。哎呀，你也太客气了。今日是休馆日，过2天记得带老太太来复诊啊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那就不打扰亲子清静了。出来前不是跟看家那个丫头讲好了呀，不买一马车不飞去了，让这什么都没买了。没一件能入得了眼的。哦，老板，来，是神医啊？要点什么？要1壶龙井，1碟绿豆饼。您稍等。小二，上茶。哎。神医，这是小店最好的茶叶和刚出炉的绿豆饼，您慢用。怎么了，神医？是我们的茶水和茶点不好吗？误会，竟然是我的问题。我本来想好好出门游玩一番，带着很高的兴致，结果行走半日，还是觉得无趣。南安城可是远近闻名、新奇玩意儿最多的城池了。只是神医到南安城来有段时日了，这再好玩的地方，玩上一段时间，也会心生厌倦的，你说是吧？除非你把这里当成你的家，那么带着一种不同的感觉再来看待这座城池，才会不一样嘛。你说的有道理。那我是不是应该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？倒也不失为一种办法。你让人慢用。你觉得无趣，那是因为你觉得陪到你身边的人无趣。是你的。听说了吗？最近呀，可是有件大事。什么大事？哦，你是说吴建成遗孤卓越安问见无双城的事儿？是呀，我听说几位长老还有老城主都败在他的手下。爹，你听见了吗？他们好像在说苏女的事。你别说话，让我听听苏女怎么样。传开了。这件事情可能已经传遍整个江湖了。老板，结账。慢走啊。行。现在放心了吧？
恩剑无双，毫发无损。哎，可能再过些时，他就该回来了。阿爹，哎，你莫冲动哦。此行去无双城需几日？半个月。要是遇到这个下雨打雷、大风大雪的天气啊，那至少要1个月。那若是快马加鞭，一路换马呢？最少也要7天吧。去无双城啊，今日正好有船停靠东岸，此船一路东行，次日便达洛阳城。洛阳城离无双城也不过100里。哦吼！多嘴。堂主，消息已经传了出去，除了玄剑仙赵玉珍以外，其余剑仙届时都会前往无双城。这种消息还不需要你亲自来向我汇报吧？是有另外一条消息，与您当初制定的那条规矩有关。暗河蜘蛛女最近找了不少探子，只为打听一个人。他要连月的消息是吗？连月确实消失的有些久了，他进入唐门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了音讯。我们在蜀中的探子也被唐门的势力发掘了大半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就让我们看看这位来自暗河的美人会不会有所行动，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消息吧。不过我们的人亦不可松懈，仍需再探。那玄武使的消息，他要就给他，记住，不收钱。是。